住一茅庐，不愿住。一边莺歌燕舞，不愿住。一遍遍地哀哭，野渡荒芜，野草荼毒，梦境束缚，现实残酷，恨与不恨，只是角度，爱比不爱更痛苦。心在国土，梦在半途，一世荣辱，只有皆入骨。心在国土，梦在半途，一世荣辱，只有皆入骨。只在国土，梦在半途，一世荣辱，只有皆入骨。欧冶子拜见大王。孤家要的王者之剑，师傅可铸得了？大王要的剑已经有了，但是，请大王稍后。开封，遵命。
这就是孤家要的王者之剑吗？是，也不是。为什么？大王若用此剑与吴王争锋，当可取胜，但要靠他争霸天下，还是不成。怎么讲？若论锋芒之盛，此剑世上已无敌手。但是，要真正成为王者之剑，不能光靠锋芒，还要内。赶江，师兄，是你带他们来的？师兄，我是何方贵客？是吴王派来的，是吴王亲自带来的。夫差来了。他在哪儿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是夫差？正是孤家，勾践。没想到吧？本王眼拙了。我佩服你的胆量。你比老王何卢够勇敢，只可惜你还嫩了点儿。我告诉你吧，越国大军由大将军灵姑父亲自率领，奉孤家之命，秘密奔袭姑苏，此刻已经渡过太湖，兵临城下了。没料到吧？是啊。否则你也不会挑这个时候自己送上门来。你抬头看看吧，勾践。人不少啊！敢问吴王带了多少人来？杀你足够了，还没等你杀我，姑苏城已经是我的了。姑苏城，你先看看这是谁？你该死！你就这么来见我吗？孤家的几万大军呢？你的几万大军正躺在太湖底下等你去见他呢。明年我们吴人可以吃到更肥美的鱼虾了。林国府，你误我不浅！勾践，拿你的人头来！呀呀！
师兄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以后你的剑就是天下无敌了。不，我绝没有这个意思。大王来前向我保证过，绝不杀你。你给我滚开！大王，姐姐！呀！哎！欧耶子铸成了王者之剑，知道了吧？可惜呀，你已经不配做王者了。一战之胜败，证明不了什么。真正的王者，不是光凭说的。你以为凭一把宝剑就能挡住我吴国的数万大军吗？哼！今日一战，吴家不会再出手了。回去等着决战吧。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死心塌地。且看鹿死谁手吧。大王，大王来前亲口答应过我，绝不伤害欧冶子啊！国家改主意了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也是为了你。为我？杀了欧冶子，谁还能与干将争锋啊？顾家做的，正是你心里想的。大王杀死这些无辜的匠人，也是为了我吗？杀了他们，等于砍了勾践的一只臂膀。我看他越国还拿什么与我吴国争锋？勾践，你是必败无疑呀！夫差得意的太早了。怎么了？吴家的话你们不信，还是让夫差吓破了你们的胆？大王，臣等不是这个意思。看你们一个个垂头苦脸的样子，
不是这个意思，又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灵谷服败了，我越国就没有人敢与吴军交手？大王，末将不才，愿为先锋，迎击吴兵。大王，末将愿往。愿为大王肝脑涂地。好，这才是我越人本色。有你们这些忠勇无畏之士在，本王一定要让夫差有来无回。文忠，臣在。咱们现在还有多少兵马？战车百乘，骑兵800，不足2万。就这些？禀大王，这已是我越国倾国之兵了。来犯的吴军有多少？据信报，吴军至少有5万之数。你们刚才都听见了，进犯的吴军比我们多了1倍，如何？你们怕与不怕？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好，3年前老父王燕驾升天，老吴王何鲁趁丧偷袭于我，那一次吴军也是比我们多了1倍，可结果又怎么样？结果，大王亲率5000死士，最里一战，老吴王何卢也因此搭上了性命。少伯，快请。范蠡实属归来，拜见大王。知道吗？夫差率领着5万大军杀入越国来了。臣正是听说了这个消息，才星夜兼程赶了回来。灵谷府以几万出征大军，在太湖的焦山全军覆没了。臣听说了。爱卿意下如何？臣誓与大王共进退。好，孤家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上将军范蠡听命。臣在。我越国还有战车100乘，骑兵800，不足呢？加上孤家的王公卫队，2万之数应该够了。所有这些，孤家全都交给你。谢大王，臣定不辱命。夫差手下有伍子胥和伯嚭，一个是能征惯战，一个是老谋深算，不要轻心。你说说看，这一仗你想怎么打？军情紧急，大王既已受命于臣，臣要即刻调兵遣将。众位同僚，众位将军听令。远带走将军到前。季大夫，谷将军，你2人率领战车100乘，骑兵500，不足3000，会同大王的亲兵卫队，共保大王撤入钩鱼山。若遇吴军骚扰堵截，分兵拒之，切不可恋战。遵命，遵命。文大夫，于将军，你2人率领不足3000，共保后宫女眷资财，撤入永东。记住，多带些弩箭火油。时下正是东风之际，若遇吴军从海上骚扰，可以火箭拒之。等等，范蠡，你这是下的什么令？大王，臣下的是保卫越国之令。你让孤家躲进深山，
让后宫躲去海岛。你就这样保卫越国的吗？我问你，那都城怎么办？孤家的几十万子民又该怎么办？难道让他们跟着也躲进深山，逃进大海里去？大王的子民，臣会尽全力组织疏散兼并。至于都城，只有暂时放弃。你就是这样保卫越国的？你就是这样与孤家共进退吗？你这是在拱手把越国送给夫差。你辜负了孤家的一片信任。大王，时移世易，如今已不是3年前了。不错，3年前我只有5000人马，如今虽然败了一仗，但我手上还有2万精兵，2万。大王说的不错，越国是比3年前强大了许多。哼，可与吴国相比，我们仍是弱小的一方。弱小一方。强弱之分仅仅在乎于谁家兵多吗？你莫忘喽，3年前我们也是弱小一方。大王所言正是。3年前醉里一战，吴军虽多于我们，但是他们已经和楚国连续作战了5年。老王河罗攻入我越国时，士卒疲惫，加之他们刚刚战胜强大的楚国，对我越国难免轻敌。凡此种种，形成强弱之势，暂时逆转，我越国才有一战而胜的机会。但是这次不一样了，大王，夫差一心替父报仇，他养精蓄锐准备了3年，处心积虑谋划了3年。这次他是志在必得。此番来犯吴军虽只有5万，可这却是吴国的精锐，是孙武将军亲手训练出来，伍子胥亲自指挥的。这支吴军横扫楚国，在江南从未有过败绩。敌强我弱，一目了然了，大王。眼下我们只有靠地利人和，与之尽量周旋，切不可逞一时之气，冒匹夫之勇啊！于将军、谷将军、诸位将军，你们都听见了。进犯的吴军在吴王夫差的亲自统帅下，在伍子胥的亲自指挥下，他们横扫楚国，是踏遍江南的常胜之势。怎么样？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？呸！狗屁的常胜之势，3年前就已经是咱们的手下败将。而如今谁强谁弱，谁输谁赢，打了以后才算数，光说没用。请大王下令，我等愿以必死之志，与吴军一决雌雄。好，诸位将军，召集你们的部下，磨快你们的刀剑，孤家要亲自率领你们，与吴军一决雌雄。一决雌雄。士兵们，吴王夫差指挥着他的大军，杀到我们越国来了。他要侵吞我们的土地，你们给不给？他要抢走你们的女人，你们许不许？他要摘下头上的王冠，让你们都去做吴国的奴隶，你们答应不答应？好。我忠诚的子民，不怕死的汉子们，让你们枪子里的热血沸腾起来，拿起你们的刀剑，给我去杀吴兵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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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孤家在此等你多时了。哼！冲！下！妖怪只能怪你的兵器太差，竟然挡不住我一剑之力。一剑之力？哼，勾践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一把宝剑岂能扭转你必败的命运？你回头看看，看看你还有退路吗？顾家说的没错吧？你输定了！卑鄙！小人，懦夫，混账无耻！你竟然还有脸说我在使诈？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顾家是不会再留给你机会了。当初我父王就是败在你的诡计之下，现在可轮到你尝尝失败的滋味了。冲！拿下越王！传令，不得走了越王勾践。大王有令，不可走了越王勾践。武将国有令，不得走了越王勾践，不得走了越王勾践。
率军突围，末将愿为断后。顾家带你一起走，让顾将军断后。他已经不在，顾家就是战死，也不会抛下你们。大王，快走！大王！大王！范将军来了！大王，快走！臣来断后。我不走。大王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顾家宁肯战死，绝不在夫差面前倒退半步。彭者兄心岂在乎一仗胜负？你再不走，臣就要对你不敬了。你敢！大王，请大王上马，走。大王！大王！大王！夫人来了。大王，都城。你说什么？都城？顾家的都城怎么了？大王，本众守城不力，严令责罚。大王，臣妾。顾家的都城怎么了？都城丢了。大王，吴兵见人就杀，越国百姓遭殃了。都进来吧。平身。事到如今，该如何脱困？说话呀！打了一场败仗有什么了不起？难道你们连重整旗鼓的勇气都没了？禀大王，依臣之见，事到如今，我越国若想重整旗鼓、东山再起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什么路？你痛快讲。大王。大王，吴军怎么了？你讲清楚。吴军上山腰，在那里杀俘搦战，杀俘啊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呐！大王。
等会儿你要说的话，还是由我来说吧。事到如今了，你说跟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不一样。大王正在火头上，你们要是争吵起来，他会拿你出气。拿我出气和拿你出气有什么不同吗？反正大王这口气总是要出的。大王这口气太大了，我担心会弄出人命来。眼下这关节，越国不能没有你。为将来计，也不能让大王对你再生成见。你想的可真远。眼下这关要是过不了啊，你我都得随大王去了，还有什么将来啊？报！大王带人杀下山去了。你们各领500人马，一路下山吸引吴军，一路接应大王回山。记住，不得恋战。是。少伯，我得去照看一下后宫了。行，你去吧。好。这一仗之后，如何收拾残局？越国还有希望吗？越国的希望在哪里？押出去，斩喽！大王，这是为何？你问他。文大夫一定是救难心切，哪句话说的不妥，得罪了大王。危难之际，还望大王宽宏大量，给他一个将功抵罪的机会。正是因为危难之际，我才不能够宽恕他。臣敢问为何？为何？你知道他给顾家出的什么主意？他竟然要顾家去向夫差启降。大王，这其实是臣的主意。文仲他是替臣说的。你再说一遍。事到如今，依臣之见，能救越国只有一条路了，那就是暂时向吴国启降。大王，你是先王托孤之臣，我不杀你。你走吧，下山降吴去吧。凭着你范蠡的名声，夫差一定会重用你，赏识你的。走吧。还有谁要降？都跟他一起走，要走都走。哪怕只剩下孤家寡人，我也要跟夫差一战到底。夫差他不是我的对手，不是。我为什么要降？为什么？啊？我为什么要降给我的手下败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还有谁要降？都跟他一起走，要走都走。我勾践哪怕只剩下孤家寡人，我也要跟夫差一战到底。夫差他不是我的对手，不是。为什么要降？为什么？啊？我为什么要降给我的手下败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，你说呀！为了有一天，我们能够打败他。有一天，打败他。可你现在就让我跪在他的面前，求他给我一条生路。堂越国大王怎么做了？我有何脸面活在这世上？我还有何脸面去见我的子民？一战而死，虽然痛苦，但是很容易。大王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也堪称英雄。可是大王想过没有？你一死而去，这个世上就再也没有越国了。等大王的英灵升天，又有何颜面去面对列祖列宗？大禹王上千年的迹象，又有谁来接续？毁了。堂堂的越王勾践怎么会起降呢？不会，一定不会。大王，臣以为他确……勾践不是有他的王者之剑吗？孤家的宝剑长戈都曾断在他的剑下。不可一世的越王勾践怎么会起降呢？该不会他是缓兵之计吧？大王，小臣受勾践重托，绝不敢对大王有半点欺瞒。闭嘴！没问你。太宰，依你看，勾践在山上还能待几天？越军有水无粮，最多7天，必垮无疑。7天，太多了吧？依孤家看，最多坚持3天，3天之后他就得束手就擒。大王英明。既然孤家已经等了他3年，又何必在乎这3天呢？回去告诉你们勾践，他不是要与孤家一决雌雄吗？孤家就在此等他。大王在上。勾践今已认罪服输，悔过不已，有岂敢不自量力，再与大王相抗？大王啊，勾践确实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，死心塌地。依孤家看，他是走投无路，死里求生还差不多。太宰，你看呢？大王英明。孤家知道你还有话要说。大王英明，臣的心思一点都瞒不过大王。讲。臣以为，勾践派人起降，固然是走投无路、死中求生之举，但也是大势所趋，不得不然。由此可见，天意人心，尽归吾王。即便满也不击之勾践，也不敢为也。
大王，武相国到。夫差而忘了勾践的杀父之仇吗？夫差不敢忘。哦，大王，老夫代行先王遗训之事已了，大王处置公事吧。回去告诉勾践，孤家不接受他的启降，让他提头来见我。如若再不知廉耻，派人来启降，孤家必杀无赦。大王，勾践既已俯首称臣，难道大王就送岳氏回山？大错特错，本来死也就死了，现在倒好，想死都死不痛快。若不是听了你的重话，我至于还受一回侮辱。再有言降者，定斩不饶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哎，大王躲在里面。大王呀！臣妾死就死了，世子，他还是个孩子。我放了他，夫差能够放得了他吗？他是世子，与国共存亡，是他的命。大王，请你先杀了臣妾吧。你不忍心，就先走吧。母后，孩子，母后先走了。不要！不要！不，让父王先杀我吧！你要听父王的话。父王，你还是先杀我吧，还要为我捐躯。银儿，大王，要是你，王者之剑不是这么用的。银儿，走。不，母后，父王，你还是杀了我吧。银儿，母后，走。多一事，还
能躲得过命运吗？难道你让他们受尽了夫差的侮辱再死？既已战败，侮辱在所难免，是生是死，命运还在大王手里。事已至此，生路何在？那就要看大王的忍心和决心有多大。当然，求生要比慷慨一死难得多。你是要我再去救夫差？别无他途。你有一句话说对了，是生是死，命运还在我手上。我要是选择死，你怎么办？臣会劝大王选择生。说你自己，臣心里只有大王，正如大王心里只有国家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和我的国家会怎么办。是王者之剑，想断都断不了。大王要毁了此剑。看见了吧，王者之剑，我用了5年的时间才得到它。2次败在此剑之下，我知道，他做梦都想得到这把剑，正如他梦寐以求想要灭掉我，我不会让他得意。人在剑在，剑亡人亡。我战死之后，夫差他什么也甭想得到。大王若执意去死，臣无回天之力，但不知大王想过没有，夫差想得到的，还不是这把剑。是什么？是大王项上之手。等着瞧吧，只怕也没那么容易。断剑明志，在臣看来，已经死了。已死之人，已亡之国，再做抵抗又有何意？不过是徒伤生灵，枉干天和罢了。倒不如成全了范蠡。你想怎样？臣想吃大王的头，下山去找夫差，一定会得到他的奖业信任。大王知道，臣一心想成就一番大业。若能以大王之手为晋神之阶，臣将来必封将拜相，成就一番霸业。那样，我范蠡也不往人世间走一走。大王的死，多少也算用上了。美主求荣，主人不争气，做臣子的也只好另择良木而栖。那你也要问问，我答不答应？剑已经断了，在我眼里，你已经不是王者了。剑虽断了，但也可以杀人。我早说过的嘛，高简若是死了，夫差他什么也甭想得到。得到你的死，夫差就够了。高简若不死，能保越国不灭。
大王在，越国不在也在。若是降了，能保负债部对我先入后杀。臣不知。列祖面前，我该如何交代？臣不知。越国倘若侥幸不灭，何日才有复兴之日？不知。那你到底都知道些什么？臣只知道，臣是来帮助大王成就霸业的。臣要时时提醒大王，要像个霸主一样去思考，去做事。哼，霸主！我现在只想做个寻常百姓，保我的妻子儿女平安。你能给我吗？大王不是寻常百姓，王命是上天和先祖赋予的，这谁也替代不了大王。先退下吧。包大人，门外有人求见。带他进来吧。是。太宰大人，是你。太宰大人，怎么独自喝起闷酒来了？如此饮法，岂不易醉得很？可谓心悟神驰，了无拘束。这易醉也有易醉的妙处，酣然睡去，一觉醒来，神清气爽，万物皆新。得胜之酒，怎么饮，都是一个好字。不尽然吧？依在下之见，这胜利好像是属于伍子胥伍相国，而非你太宰大人。你诧异，胜利属于大王，属于吴国，当然也属于我这个太宰。这场胜利之后，太宰大人若想在吴国与伍子胥平起平坐，不太可能了吧？你好像太关心我们吴国的内政了吧？以在下之见，你倒是应该关心一下你自己和越国的命运。范蠡正是来向太宰大人求救的。咱们先有言在先，看在交情份上，我可以救你，但要救勾践、救越国，请免开尊口。我也把话说明白。太宰大人若是想救范蠡，就必得救勾践、救越国。这不仅仅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你，为了你们吴国。太宰大人，太宰大人难道永远就甘心屈居于伍子胥之下，任由他颐指气使吗？越国是灭是降，究竟哪一样对吴国更有利？相信太宰大人以下的吴国有识之士皆有定见，只不过是他伍子胥一手遮天全给压制了，难以达于上听。这一点，我相信太宰大人比在下更清楚。你这是干什么？
都是太宰大人应得的。倘若吴国接受了越国的请降，那越国所有的财富和人力都归吴国支配。吴国有了越国作为仆从和内援，那吴王欲霸中原，岂不多了一份力量？然则，你能保证越国是真心降吴吗？降吴之后，越国的所有都归了吴国。倘若越国真有二心，那吴国不是随时都可以灭他吗？父王，你要杀了孩儿吗？蓉儿，多大了？孩儿13了。杀过人吗？现在让你杀人，敢不敢？父王要带孩儿上战场吗？请父王相信，孩儿杀起吴兵来绝不手软。世子卿随去听候父王之命。好，来，把你的剑放下，放下。父王让你拿着这个。父王的剑为何断了？拿着。剑虽然断了，可还是王者之剑，看你拿不拿得起。握紧它。听好，现在让你去杀的不是吴兵，而是你的父王。父王，夫差欲报杀父之仇，必须取父王之头才甘心。可我不愿意死在他的手上。你拿了父王的首级去见他，他怜你年幼，或许会饶你一命。这样，我以一死换来大禹王宗嗣不绝，也算是我最后。父王，孩儿与父王一同赴死，也不去祈求吴王，更不会对。起来！看着我，以你这样小小的年纪，来应付眼前的灾难，挑起挽救越国的重担，实在是太难为你了。可你是世子，越国迟早有一天要交到你的手上。只是父王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。会来得这么突然。你应该觉得，父王还没有来得及交给你，就已经没时间了。
这也许是父王最后的一个晚上。越国的未来，越国还会不会有未来？世子，以后可都看你的了。要成非常之人，必以非常之事。父王还能做的，就是以我的血来让你成年，让你成为新的越王。把这把剑拿起来。记住，剑虽然断了，可它是父王传给你的。从今往后，你要每时每刻的带在身上，直到替父王报仇雪耻的那一天。父王，孩子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婴儿，大王啊，不可伤了世子。母后，文大夫，你们弄错了，不是父王要杀了孩儿，而是父王要世子。父王告诫你的话，你要牢牢记住了。大王，臣虽不知道你对世子说了什么，但是你所告诫于世子的，如果连你自己都做不到，又怎么能指望世子做到呢？世子睡了，刚刚睡了。是我们母子拖累了大王。文仲说的对，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怎么能要求世子做到呢？越国到了今天这一步，谁都不愿，只愿勾践刚愎自用。胜败乃决于天意，大王切不可因一时之败自责太过。越国的明天，还需仰赖大王呢。明天的月亮下，焉知还有没有越国？大王是不相信范蠡此去能成功吗？我是不希望。范蠡有句话说得好：投降要比战死难得多。叩见大王。太宰向孤家举荐，说你怀有不世之才。何许人？在下宛陀范蠡。你不是越国的上将军吗？臣正是奉越王之命而来。是来替勾践启降的吧？臣有此使命。来人，把这个启降者给孤家拉出去斩了！且慢，听伯嚭大人讲，大王的雄心是要称霸天下。现在看来，不是伯嚭错了，就是大王错了。大王，范蠡是个人才，不能杀呀。那勾践，孤家是不是也要把他奉为上宾啊？
这酒不好，还有没有更好的？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大王有令，将范蠡押回大帐。你说说看，为什么杀了勾践，吴国就不能称霸了？如果说的不好，顾家还是要杀你。吴国能不能称霸，不在于杀不杀勾践，也不在能不能灭越国，而在于大王如何对自己立身行事。怎么讲？大王一战而胜勾践，已是威震中原，远近辅音。现在正是天下人翘首以待的时候，他们的目光都在看着吴国，看着大王，看着大王下一步会怎么做，做什么。在下请问大王，勾践杀与不杀，对这一仗的胜负还能有所改变吗？不能。越国灭与不灭，还能对吴国造成威胁吗？也不能。那么大王现在面对的就不是勾践，也不是越国，大王面对的是天下，是人心。勾践杀与不杀，许越国降与不降，乃是大王对天下人做出的诏示。大王是要像齐桓、晋文、楚庄那样屈己服人呢，还是只要逞一时复仇之快？这就是在下所说的立身行事。你是勾践的人，顾家如何相信你啊？在下所讲的只是道理，有利无利，大王自会判断。顾家如若是不答应，会怎么样？不会怎样。大王非要勾践去死，勾践只能杀妻毙子，尽焚宝器，率5000余勇与大王拼死一战。顾家如若是答应了，又会怎么样？大王若以仁厚之心不灭禹王宗嗣，从此勾践就是你的奴隶，越国就是吴国的仆从。顾家倒是很想看看，勾践跪在我面前到底会是什么样。回去告诉你的越王，勾践，他如果是有胆量的话，就让他提着他的宝剑来见顾家。请问老相国，你这是？来呀，把越国的说客拉下去杀了！谁敢动？我这是奉了大王之命送越使出营，大王的命令，你们也敢违抗吗？怎么，一句话都把你们吓住了？难道你们就不怕违抗军令吗？大王怪罪下来由我，来，把人拿下！你们谁敢再上前一步？休怪我手下无情！虽有大王之命，你敢阻挡老夫吗？老相，你不要逼人太甚。大王到！老相国，是顾家放他走的。大王，这是为什么？顾家是要看看勾践在万人面前向顾家俯首称臣的样子。看的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什么代价？大王如果接受了勾践的称臣之礼，那么就等于在世人面前承诺，
从此不再杀勾践了。哈，你放心吧，老相公，即便是孤家不杀他，我看他勾践也活不了多久。大王，大王！大王，范大夫回来了。怎么说？说吴王准降了。拿来。你给顾家送来这么一个好消息，顾家该怎么奖赏你？夏臣不敢当，夏臣只是……张嘴。姑就该给你助助兴。大王，越国君臣，请降于吴国大王麾下，请大王受降。越国君臣，请降于吴国大王麾下，请大王受降。
越国君臣，请降于吴国大王麾下，请大王受降。东海罪臣勾践，不量功利，与王为敌，上负于天，下罪于民，半死有余辜。今举国来降。等等，你是谁？小人东海罪臣勾践帐下文。你不是勾践吧？小人不是。今日来降的不是勾践吗？勾践在不在？勾践在不在？禀大王，勾践来了。勾践来了，现就跪在大王马前。勾践在不在？罪臣勾践在。勾践，越国的降词，孤家要你亲自来念。勾践敢问大王，越国君臣今日举止行为，可有失礼之处？你还配跟孤家谈理？你忘了今天你是来做什么的吧？勾践不敢忘。越国的降词，孤家要你亲自来送降。勾践，今日你不是来降的，你是来挑战的。好。不管今天你是投降，还是来挑战，孤家都接着。回营！大王留步！东海罪臣勾践，不量功利，与王为敌，上负于天，下罪于民，万死有余辜。今举国来降，勾践愿为大王奴仆，岂为妾室，财物宝器尽归上国，为大王受之。
王胜利！大王胜利！大王胜利！大王胜利！勾践，这就是你引以骄傲的王者之剑吗？罪臣不敢。罪臣狂妄无知。王者之剑，只有顺天成命的大王才配。大王，可否将此剑与老夫一观？大王，可知这把剑为何是断的？为何？这是事先被人故意砸断。大王可知，勾践为何事前毁掉这把剑？为什么？正如适才他所言，只有顺天成命的王者，才有资格来佩戴这把王者之剑。而在他的心目当中，你根本不是大王，所以你就不配。否则，一把呕心沥血制成的王者之剑，为什么会让他毁掉呢？剑已经毁了，扔在地上，连个士兵都不会捡起它来，只有回炉做华黎。这就是勾践献给大王的王者之剑。大王，你不要看勾践现在跪在你的面前，口中称臣，咸欲请降，可是他刚才的表现，还有这把剑，就将他的不服之志、不祥之心、不敬之意，皆是无虞。勾践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罪臣狂妄无知，死有余辜。既蒙大王恩赦许降，本不该再说什么，一切听凭大王发落就是。然武相国以剑论心，说勾践有不敬、不服、不臣之罪，罪臣无以为辩。但罪臣也有一句以剑论心之言，想说与大王，唯大王明断。降。武相国所言不差，剑是勾践自己毁断的。先是罪臣派文仲下山乞降，大王不许，罪臣一时走投无路，只想到毁剑焚器，与国人共赴一死。但毁剑容易，求死却并非易事。罪臣几番自省之后，终未死成，又派范蠡下山。此番得蒙大王恩许，罪臣喜不自胜，为补罪愆，特意使人连夜补剑。罪臣之介意，就是要使曾经狂傲一时的勾践之剑亲自断于大王之手，借以昭示天下士人，从前的那个越王勾践不存在了，以后的勾践只是大王的臣仆奴隶。大王明鉴，罪臣所以献补剑于大王，正是为了表明勾践的敬畏之心、臣服之志。大王，所谓古之伐国者，服之而已。今日勾践已服，越国已服，大王又何求焉？臣以为，大王要求的，该是越国之降对其他邻国所造成的影响，该是王者的仁义在世人心中所建立的威望。大王，老夫还有话讲。相国，请讲。大王，吴越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国家，现在天意把越国赐给了吴国，大王若不顺天意而取之，
将来有朝一日天意会转向越国的，到那个时候，大王悔之晚矣。老相国言重了吧？勾践现已臣服在大王的脚下，越国也已经是吴国的附属了。吴越不已经是一家了吗？勾践不出，越国永远都是越国。大王，你现在不吃掉他，将来他会吃掉你，当断不断，后患无穷啊！大王，万万不可为了一只死老虎而失信于天下呀！好了，你们的意思孤家清楚了，孤家自有决断。勾践，你既有勇气来降，孤家就信你一回。不杀可以，但是你得来吴国，做孤家的臣奴，你的夫人也要来。越国残余的部队要全部缴械。罪臣从命。谢大王不杀之。大王英明，大王仁义。夫差，尔忘了勾践的杀父之仇吗？夫差不敢忘。大王，老夫代行先王遗训已了，请大王示下。相国，今日起，此仪式可免了吧？大王，勾践还活着，越国尚未灭啊！孤家心里清楚，他勾践的日子屈指可数了。大王，勾践不死，先王难以瞑目。相国的意思是，一定要等杀了勾践，此仪式才可免吧？大王误会了，这不是老夫的意思，这是先王的遗愿呐。大王，先王遗训，臣也曾亲耳聆听。臣以为相国所述并不准确。老夫亲受先王遗命，我不准确，那只有你才准确。秉承先王遗志，继承先王之国的乃是大王，大王所言才最准确。当面阿谀，亏你大言不惭！相国，你这不是骂我，你是……相公，你放心，顾家绝不让你失望就是了。至于这仪式，你就听顾家安排吧。大王执意如此，好，老夫告退。臣在此向大王请罪。请什么罪？臣一时疏忽，忘了相国的规矩，致使大王受窘，臣确有失察之责，但绝非如相国所言。顾家心里清楚。太宰，你与相国是顾家的左膀右臂。相国年岁长，脾气也大，你需忍让才是。大王教诲，臣谨记在心。
大王，勾践，你是不是不想回越国了？那好啊，我现在马上派人送你回姑苏。将军大人，回国辞庙乃是你家大王洪恩，罪臣岂敢辜负？想回就快点，少给我找事儿。天太热，这样反而走不快。罪臣想求将军大人权议一番，改成白天休息，夜间行路，这样可以更快些。不行，勾践，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。现在是我说了算。走。大王，大王，走。大王，大王。士兵们走了半天，嘴里寡淡得很。既然是这样，把他们都带过去，过了晌午再走。哎，这有粥，你看，哎，还真是，哎呦，都走快点！啊，这是个女的，不，干什么？娘，我抓他！娘，别跑啊！你放什么？我求求你！拜见大王。夫人呢？在里面休息。啊！求求你救救我！吴兵在追我！我求求你，他们要侮辱我！求求你追求，救救我！他们在追我，他们要侮辱我！求求你，你救救我！救救我！王家林姑父之女，永远叩见大王。你就是林姑父的女儿，啊？来，哟，到了越王后宫了，这个全是你的。勾践用过的，咱不要，咱就要咱那个。对。哎，可能在这个后面。对。不许见，夫人在休息。夫人怎么了？勾践也得管我们叫大人。闪开，去！你在这看着，我进去找。哎，你干嘛老让我看着？找着了可不要撕脱了啊！哎，在这儿呢，找着了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啊！谁杀的？谁杀的？有种给我站出来！谁杀的？不然我杀你们10倍，给我的手下抵命！给我转出来！别打我！别干什么你？住手！勾践，我就知道你会站出来。人是我杀的。你把他们都放了，你命令我。罪臣不敢。你已经敢了，看来还得让你明白明白，谁是主人。砍了！看到了。要不是你藐视本将军，兴许他们还能站在这儿。记住，这都是你的错。
罪臣记住了。那我现在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杀他俩？他们闯入祠堂，想要侮辱罪臣的夫人。胡说！他们又没有饮酒，如何能做出这等事？是否饮酒，罪臣不知。但他们欲趁罪臣剑内病弱之危，欲行侮辱却是事实。如若不然，他们何以会死在祠堂内呢？哼！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勾践，罪臣只求讲清事实，信不信是大人的事儿。你别以为我不能杀你，你就可以把他们的罪过都揽过去。即使你认了，本将军一样要杀你10倍，10命抵1命。看以后谁敢再犯！哼，将军，走，将军，就是让你们都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奴隶。大王，将军说的对，是应该好好学学如何做奴隶。遵照大王的旨意，夫人已经把剩下的宫女都遣散了。公孙举没刁难吗？文仲去疏通了，也不知怎么了，竟然就同意了。明日祠庙的祭品都备了，文仲亲自操办的，都齐了。文仲能臣啊！那天打你那一下，出手太重了。大王当时心情悲愤，幸好对臣发了，公孙举才没得逞。是我对不起你们，我辜负了你们。大王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谁？灵玉。大王，这是我煮的迷粥，你用一点吧。不是把他们都遣散了吗？是都遣散了，可他自己又跑回来了。大王，范大夫，灵玉没走，灵玉想留下来侍奉大王跟夫人。况且，你们就是要我走，我也没有地方可去了。你应当知道，祠庙之后，我跟夫人就要去吴国侍奉吴王了。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来侍奉了。灵玉愿随大王跟夫人去吴国，如果不能侍奉大王跟夫人的话，情愿替大王跟夫人去侍奉吴王。为了我，亡了那么多的人，也连累了大王。灵玉恳求大王，就让我留下来吧。不行，你绝不能去吴国。到了那儿，我们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我们拿什么来保护你？不行。那种情形，我不想再看到了。大王，范大夫在，送他走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
灵玉发誓，此去绝不牵连任何人。灵玉姑娘，恕我直言，你想做的是到吴国去寻机报仇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灵玉不敢欺瞒大夫，但想要你想报的不仅仅是父母家仇。我相信你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随大王和夫人到了吴国去，无论你做什么都会连累他们。到时候你怎么杀吴抱月？起来说话，这是做什么？灵玉家破人亡，上天无门，下地无路。范大夫，你是最有办法的，请你给小女指出一条明路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灵玉姑娘非要留下来，大王不同意，可是我答应她了。你先安排她暂避一下，等明日我陪大王和夫人上路后。哎，等等，怎么是你陪大王和夫人上路呢？去吴国的应该是我呀。你去了，这一大摊的事儿怎么办？谁来管？你呀，哎，我这不是正在整理准备交给你吗？交给我干什么呀？一直都是你管着的。越国的每一笔账都在你心里，要想守住这份家业，没我行，没你可是万万不行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跟我争了。去吴国有去吴国的难处，守家更有守家的艰辛。你就勉为其难吧。灵玉姑娘，明日我走了之后，你就跟着文仲大夫，他会安排好你的事情。灵玉叩谢文仲大夫。大王即将后宫全部遣散，这身衣服你也别穿了，到后面换一下吧。今晚我要出去一趟，明天一早回来。四面都有吴兵守着，你怎么走？你送我走？哎，神了啊！不但放人，还借马，你是怎么疏通的？你的事我不问，我的事你也莫追究。说去做回吧，文仲可是替你担着性命。我的事儿，你为何不问？不愧是君子啊！连你的敌人都相信你。我还有诸多事要忙，就不送了。走了。驾！大王，去送范蠡了。大王，你已经知道了。我不知道。他去做什么，都告诉你了？没有。你也没问？没有。该知道的，不问他也会说。是啊。这样看来，我也不必问了。大王，臣不是这个意思。不问是因为信任你们。自己，我走以后，越国可就交给你了。臣不敢，臣已不配当此之托。越国永远只是大王的。我自去吴国，还能不能回来，却是未知之数。当此非常之事，我交给你的，既不是财富，也不是权力和荣耀。我交给你的，
只是一副重担，和想也想不到的无数危险。这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苦难，我只有分给你了。大王如此说，臣只有勉力而为了。臣相信大王定能早日反过。你这是在安慰我。我现在需要安慰，但更需要信心。世子，你进来。给文大夫行施礼。不可，世子不可，快行起来。大王，这是……你受了他的礼，我还有话要说。你若不受，我也不勉强你。大王有何吩咐，臣尽力而为就是了。如此重礼，臣实在受之不起。子建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如果我这次万一回不来，能不能替我把世子抚养成人，让大禹王的宗祠得以延续？不要让越国在我的手上断了。大王，你现在要想的不是这个，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回来。越国需要的是大王啊！越国是需要大王，但更需要信念。只要禹王宗祠不灭，越国的信念就在。只要信念在，我就能给自己勇气，去拜倒在夫差的膝下。前辈，天亮之后，范蠡就要随越王去吴国做奴隶了。行前，特来拜见前辈，请教大计，望前辈恩赐一见。前辈。大王，该准备动身了。玩家！玩家！玩家！
管家，方木，把我渡到对岸去，越快越好，我有要紧的事儿。我渡你过河，你也不道一声谢，上来就发号施令。我是你的部下吗？对不起，在下失礼了。姑娘，原来就在此摆渡吗？你看我像个摆渡的人吗？看姑娘撑船技巧娴熟，说实话，还真看不出姑娘以前是做什么的。这竹筏的主人原是个老丈，我以前做过他的竹筏。这次打仗，老丈让吴兵给杀了。我在这儿是为了等一个人。敢问姑娘等的是谁？你是越王身边的人。对，在下是婉陀范蠡。范蠡，你就是范大夫？正是在下。怎么，姑娘有什么疑问吗？听说越王要动身去吴国，范大夫是不是也要跟去？正是，要不然，在下也不会如此着急。这么说，这一仗并没有把你们打败。越国失败了，但我们绝不认输。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吗？对于个人，倒是有一条。是哪一条？退隐山林。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。可是对于范蠡来说，眼下这条路已经没法选择。先帝越王，先祖无云，先夫云长。不孝之后，勾践与列祖列宗告别来了。勾践不得，只是上天之命。社稷倾颓，祖庙蒙尘，亡国破家，生灵涂炭，皆愚之罪也。今日此庙谢罪，孤身北投，入吴为奴。今起列祖列宗神明诱惑，保我社稷不毁，保百姓不散，保民心不失。勾践只要一息尚存，绝忘不了今日在祖宗面前立下的重誓。勾践去了，浙江的水，您就再饮一回吧。到了吴国，就再也饮不到我们越国的水了。